大家好，我是涛涛坤坤。最近比较忙，终于把这个超重百夫长的教学视频干出来了。这个教学默认大家对于百夫长单卡的效果和超重单卡的效果都已经熟悉了。为了节省时间，卡牌的效果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这里主要讲一下我的构筑思路。卡组有2个轴，一个是百夫长轴，一个是超重轴。百夫长系统有12个单卡动点，但是其中重骑士和从骑士的展开需要占通照，没有补点的情况下，一旦被无效，很可能面临停牌。加上目前百夫长只有重骑士一个调整，大部分情况正常展开只能同调一次，极大地限制了中场，所以我们顺理成章加入超重轴来弥补这些缺点。超重轴有3摩托、3神童、1颜容，一共7个单卡动点，而且摩托和神童的展开不占通照，很好的起到前置吃坑合作护航，而且其 P 之后还多了一个 P 障，可以把另外一个重骑士或者从骑士 P 照出去作为补点，所以 UP 觉得超重和百夫长是1+1大于2的组合。下面来看百夫长轴，3重骑士、3从骑士、3场地、3誓言，12张动点拉满，这没什么好说的。接着还带了真理6和石像鬼2个8星，实战起来感觉2个8都需要。石像鬼先手展开可以特照2次，提供2次8星非调整。我们先手展开的一些 combo 是需要石像鬼的2次8星非调整素材，而真理6可以在对方回合起跳，一般情况可以把从骑士推到后场作为下回合的续航，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例如后场只有重骑士的情况下，是很需要真理6把骑士皇推到后场起跳，加速出红骑士皇炸一卡。最后就是一觉醒和2个陷阱。觉醒没什么好说的，作为补点和堆木。2个陷阱我原来只带一个魔防阵，但是实战起来感觉单百夫长的中场不带反击太弱了，所以我后面就加上了反击。中场有反击也可以防御环境开始出现的结界波。接着是超重轴，3摩托、3神童、1颜容，7个动点，还有仲裁、天秤和大变庆3个展开组件。如果大家觉得抽到大变庆很难受的话，可以多下1张，卡组动点很多，多下1张大变庆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来看手坑的部分，目前环境我加入了13张手坑和3指，手坑分别是3笑遮、3 G、3灰、PSY 组件、1幽鬼兔、1陨石。笑遮、G 和灰琉璃没什么好说，都是泛用手坑。PSY 对于超重轴有一定保护作用，幽鬼兔在目前环境感觉比陨石还好用，因为可以破坏于贝尔的苦痛、速生的绿阵等。陨石对于鱼贝尔基本会被幻影无效，而速生根本不吃陨石。蛇眼阎王和猪类吃陨石后也能很好的妥协，所以陨石的位置可以换成别的手坑，大家可以根据所在环境替换手坑。好的，我们主卡的部分已经讲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额外卡组。从左往右我们一张张看。首先是白枪管，这是一个自由的卡位，可以放任意8星、12星、4阶超量的怪兽，不影响坐场，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自由替换。第2张是星辰龙，这是超重展开必要组件，不可以替换。接着是铜绿列车，这张是一个半自由卡位，替换的话会改变某些 combo 的中场，但是也是可以考虑替换的位置。后面是要变、超新星和红龙，这3个卡位是百夫长中场组件，不能替换。你喜欢双要变也可以，我觉得各下1中场压制力比较强。接着是2个骑士皇，2个骑士皇是最少配置了，放3个骑士皇打长盘会比较舒服。接着是深渊潜伏者，简称下水道，效果是可以2速封木效，是我们中场选择的终端。目前环境对于天梯主流有比较大的压制力，不建议替换。接着是41，主要用来吃 G 妥协，天庭号是可以考虑加入的，但是卡位有点紧。提风是后手突破组件，出完提风基本就是等死，实战统计过，需要出到提风的对局基本都输了。后面是超重稻草人，是超重的展开组件，不能替换。最后是伪魔少女和小叶，伪魔少女是出小叶的前置，通常用重骑士或者笑遮来出，接着出小叶除外。好的，额外我们也讲完了，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卡组概率预期。这里要想分享一个计算游戏王抽牌概率的网站，Yu-Gi-Oh! Party。通过网站计算了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概率，
首先是先手抽到超重动点的概率，7个动点，先手抽到至少一张的概率接近60%，就是说先手有60%的概率超重展开，接着就是超重和百夫长同时上手的概率。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做出最大场。计算显示，我们先手抽到2个轴各一张动点的概率是46.2%，就是我们差不多有一半的概率能做出最大场。如果我们不管哪个轴，随便抽到19张动点，至少一张的概率是多少呢？是95.1%。基本可以这么说，先手是不可能卡手的，甚至可以说这个构筑动点太多了，可以适当减少动点，增加手坑或者增加主卡组。接着我们来看后手的情况，我们卡组放了13张手坑，后手抽到至少一张的概率是84.3%，但是一张手坑大概率是拦不停对手的。那我们来看2张手坑的概率是多少？答案是46.7%。但是如果我想把抽到2张手坑的概率增加到50%的话，需要增加多少张手坑呢？我后面尝试增加主卡组的手坑数量，增加主卡组，答案是14张手坑，主卡组45张就可以把抽到2张手坑的概率提升到50%。如果再增加1张手坑的话，2张手坑的概率会增加到53%。所以后面在天梯实战可能会继续调整卡组，增加手坑到14或者15张，哪怕主卡组增加到46张，先手动率也不会低于90%，所以问题不大。这里 UP 作为一个理科生，主要想告诉大家 UP 的构筑思路，为什么会选择多于40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希望以后大家调整构筑可以思考一下先后手的抽牌概率。好的，后面是 combo 教学，看完记得点赞3连哦。首先来复习一下单百夫长4种展开路线。第一个是单重骑士的展开，第二个是单从骑士的展开，第三个是单场地的展开，
第4个是单视岩的展开，配合石像轨和真理六可以做双要变的中场。接着我们来看单超重的展开，摩托等于神童。下面是超重通过岩溶装备神童的展开方式，优势是不占通胀。对面有陨石，只能在这里丢，然后可以劈照出天秤，继续做场。这里出白枪管的需要石像轨调成4星，这个位置出10星、12星都可以。
后就是超重加百夫长的展开，也是我们的最大场。